我能听懂鸟雀之言，自小便能，这是秘密。是为我们小米的小姐姐，她未婚夫和庶妹去哪了？小姐，世子爷也真是的，说好陪您还愿，转眼就跟二小姐不见了踪影。二小姐也是，明知那是未来姐夫，也不知避嫌。燕儿性子活，许是缠着世子去看红梅了。谢恒哥哥一向宠她，咱们再往前找找。哎呀，急死鸟了！好想告诉小姐姐，她的未婚夫和她亲妹妹在这个大铜钟里面亲亲不要脸，这钟几百斤重，真想让姐姐把他们憋死。小姐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可是受了风寒。嘘，佛门清净地，倒成了你们的幽会所。翠儿，去请住持，就说我感念佛祖，要为世子求一场大功德。啊？那世子爷不必找了，他正在佛祖眼皮子底下受教呢。我这未婚妻得送他一份永生难忘的厚礼。阿弥陀佛，沈大小姐急唤贫僧，可是有要事？住持，细女昨夜梦见世子黑气缠身，恐有血光之灾，细女愿捐万两黄金重修金身，只求能撞响那口平安钟108下，为婚事祈福。万两！沈施主真乃活菩萨，谢上子得您，真是滔天福气。但佛家讲究心诚，撞钟时需请18位高僧围钟坐禅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干扰，否则灵气便散了。大师可否成全？成全，必须成全。贫僧亲自督导，定敲得响亮，叫佛祖显灵。快，准备法事，召集人手。小姐，万两也太多了，世子知道会心疼的。哼，他当然心疼，这每一响钟声都是送他上西天的路费，他得省着点花。见过沈大小姐，小的方才去为世子寻些解暑的凉茶，耽搁了片刻。敢问我家世子可在里面？快看，那个叫王权的家伙回来了。他刚才哪是去买茶，明明是偷溜到后山尼姑庵的浴室外偷看人家洗澡去了。就是，他还被巡逻的尼姑追了半座山，吓得鞋都跑掉一只，这会儿才敢绕路回来，真不嫌臊。凉茶，这护国寺的凉茶，莫非是在后山的浴室里熬出来的？否则你这身上怎么一股子浓烈的皂角味呢？大小姐，小的确实是迷了路。迷了路？你家世子在钟内闭关祈福，你在外守候，却守到了尼姑庵去。王权，若世子在这期间出了什么差错，你这颗脑袋够赔吗？让大师见笑了，下人勿撞，扰了清静。祈福大事，还请您继续主持。带下去，好生看管，莫再惊扰。沈施主，武僧们都准备妥当了，只要您点个头，这108声泼天福报便会立刻送入佛祖耳中。大师办事，我自然是放心的。开始吧。小姐，那可是万两黄金啊！老爷要是知道了，非剥了奴婢的皮不可。再说了，这钟声再响，能传到世子爷耳朵里吗？传不传得过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福气得实实在在落在该落的地方。瞧瞧，这就是沈家那位嫡女，万两黄金祈福啊！这世间竟有如此痴情的女子。谢世子真是福气，娶了这么一位活菩萨。沈小姐真是不容易，连祖传的提底钱都掏空了吧？小姐，只要能为夫君换来一世平安，别说万两，就是倾家荡产，沈离也心甘情愿。
请住持大师务必成全。沈施主放心，贫僧已安排了寺内力气最大的武僧，这108响，每一响都代表佛祖的一份加持。只是这钟如今落了地，声音恐怕会有些沉重，施主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沉重才好，沉重才能透骨。大师，时辰到了吗？时辰已到，沈施主，请为谢世子祈福。谢恒、沈燕，这最后的路，我送你们走的热闹点。小姐，奴婢总觉得这钟放在地上，听着肯定闷闷的。往常不都是悬在半空敲的吗？是啊，这钟落了地，回响全憋在里头了，能好听吗？各位有所不知，这钟若悬于空，福气便随风散了。如今佛钟落地，正是为了接地气。这每一声佛号，都会顺着这大地直抵夫君的脚底，这福气啊，才能一丝不漏地传下去。沈施主见解独特，佛法无边，随处皆可化生，心诚则灵。接地气，对，让你们生生世世都埋进这泥土里，再也翻不了身。我靠，这钟声在外面听是祈福，在里面听是要命，还是108下，这不得把人震成傻子啊！姐姐是不是听到了我们的话？天哪，钟里的人死定了！这108下敲完，那对野鸳鸯估计连骨头渣子都得震成泥巴。姐姐绝对听到了，这手段利索。小姐，咱们不继续找世子爷和二小姐了吗？小姐，您的眼神好可怕。翠儿，因果报应自有定数。他们既然喜欢躲在里头，我就请佛祖亲自给他们讲讲佛法。谢恒、嫣儿，这长生路，你们走好。不能撞，万万不能撞啊！那是佛祖在睡觉，惊扰了佛祖，要遭天谴的。沈小姐，快叫他们停下！何方小辈，竟敢搅乱祈福大典！王权，你不是该跟着世子爷吗？为何在此大呼小叫？世子爷他不需要这祈福，这钟下有古怪，求您开钟看看吧。放肆！万两黄金捐给佛祖，只为求世子平安。你说有古怪，是说护国寺的佛祖显灵是妖术，还是说我沈灵诚心祈福是诅咒？小的只是住持大师，今日是祈福大喜之日，这奴才冲撞佛门圣地，若是断了世子的前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荒谬！这钟落地休养是佛祖小气，岂容打扰？来人，将这疯奴才带下去！我要惊了沈施主的诚心。继续敲，钟声不停，诚心不灭。为了世子，敲响它。快了，谢恒，很快，你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诸位同修，信女今日愿舍万两黄金，只求撞钟108下，为世子祈福，亦是为大家求个太平。可这侯府的奴才竟百般阻拦，不知是何居心。混账！沈施主一片虔诚心，此乃大功德。你这奴才竟敢妄言阻挠，莫非是想断了这护国寺的香火，乱了佛祖的清净？不是的，那钟里好像有动静，世子可能在里面。动静？你是在咒世子出事吗？还是说你在那里存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怕这钟声把他给震出来？小的不敢。你口口声声说世子在钟内，可众目睽睽之下，世子早已随法师去后山经堂了。你若再敢妖言惑众，我便带侯府清理门户。打死他！呸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
金啊，就为了给谢世子听个响儿。沈家真厚道。沈大小姐真是活菩萨转世，如此痴情，那谢世子也不知修了多少福气。外面怎么还没动静？沈燕，你别乱动，这钟里闷死我了。恒哥哥，急什么？等沈离那个蠢女人把香油钱交了，咱们出去就说你在后山顿悟。她这种蠢货，只会给咱们送福报。福报？是的，我正要送你们一份大大的福报。沈施主放心，老衲亲自监工，保证每一声都震撼云霄。那就好，撞！那铁罐子里冒血了，那男的耳朵裂开了，他在抓那个女的，他在掐她的脖子，他们撞在一起像烂泥一样。听啊，这可是万两黄金的声音。听这声音，钟内正气回荡，福报将至啊！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好，好气势！继续给我用力撞！谢恒、沈燕，由万两黄金为你们谱写的咒魂曲，滋味如何？音波会反复撕裂你们的耳膜，震碎你们的心肺，却让你们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这才刚刚开始呢，108声，一声都不能少。继续叫！住持大师，我瞧着这钟身晃动，莫非是地底的晦气在冲击佛宝？若是福气泄露了，可就不美了。沈施主所言极是，万两黄金的祈福绝不能有失。请18位高僧围坐铜钟，口诵《金刚经》，将福报之气死死压入地底。谢恒、沈燕，我要让你们在佛祖的注视下，在这经文声中，一点一点化作血泥。小姐，高僧们坐镇，世子爷一定会感受到这份诚意的。是啊，他一定会铭记终生，永世不忘。夫君平安喜乐，无病无灾。小姐，您的膝盖都跪紫了，世子爷若知道您如此受跪，定会心疼死的。翠儿，不要乱说话，只要能保他平安，即便跪死在这里，我也甘愿。沈家大姐儿真是活菩萨，为了未婚夫竟能做到这一步。快看那个男人，他的指甲都抓秃了，想推开钟底，结果外面那群和尚做的死疼死疼的，哈哈！哎呦，又是一下，那个女的耳朵都震流血了，想叫唤却一张嘴就喷血，真脆响。谢恒，你推开他的时候是不是很有力气？就像你当初推开我一样。停下！快停下！该死，是血肉糊住了钟壁，那两个畜生的身体已经共振碎裂了吗？这声音不对，钟鸣清眼方为佛音，可现在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腥气和死气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声音像是什么东西裂开了，难不成沈大小姐心不诚，招惹了邪祟？大师，这是何故？莫非是离儿诚心不够，反引来了不洁之物，冲撞了为世子祈福的佛宝？沈施主，
老衲只是觉得终生沉闷，恐有异物。义务？这可是大梁最神圣的护国寺，这终是我沈家万两黄金供奉的福报。若是一世断，那就是要了世子的命。我沈离自幼便知从一而终，今日世子下落不明，若佛祖不收这份心意，我这残躯留着还有何用？小姐，不要！大师，这108下若是断了，世子便回不来了。您是要为了您的怀疑断了世子的命，还是要了我的命？罪过罪过，沈施主快起，是老衲执迷了。兴许是武僧力道不均导致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终生不能断，那是世子的命数。继续敲，给我用力的戳！小姐，您别吓我！痛吗？谢恒，你骗我银两给沈燕买首饰时，想过我会痛吗？沈燕，你嘲讽我是商女时，想过这一天吗？去告诉管事，再加万两白银捐给寺里，请大师们万不可留力，务必让这108下震彻九霄。不管说什么话。谢世子，沈妹妹，你们听，这万两黄金敲出的丧钟，多好听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姐姐的未婚夫和庶妹在钟里被震得起不来了，他们就快死了。活该，谁让他们背叛姐姐？姐姐干得漂亮！沈施主，这钟声似乎隐约有惨叫之意，莫非里面当真有人？住持大师，这疯仆冲撞佛门在先，满口喷粪在后，分明是想坏了世子的祈福大典。除了之前的万两黄金，信女愿再捐5000两，为寺中大佛重塑金身，只求佛祖庇佑世子平安。阿弥陀佛，沈施主赤诚感天，这钟内回响不过是佛音共振，驱散邪祟之象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沈施主心诚则灵，还不继续撞钟？用力，务必让佛祖听见这5000两，不，这5000诚意。撞吧，谢恒，你不是最爱听沈燕在你耳边交题吗？这钟声就是我为你们准备的合欢曲。姐姐，你的未婚夫和庶妹已经躺在钟底彻底不动了，看样子是已经凉透了。他们两个掐着对方的脖子，身体都硬了。不过是个满身铜皱的商贾种，也配做我的世子妃？恒哥哥，把他锁柴房饿3天，看他还敢瞪我！姐姐，钟里没声了，两个人都硬了，缠得分不开。谢恒、沈燕，这钟内方寸之地，就是我送给你们的婚房，生同庆，死同穴，你们可满意？住手！快住手啊！里面有人！世子爷在里面，谢侯府的世子爷在里面，还有沈家的二小姐。世子爷在钟里，那刚才撞了这么久，骨头都碎了吧？王权，你失心疯了吗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世子和嫣儿，他们怎么可能在这里面？小的没说谎，是真的。小的亲眼看着他们躲进去的。沈小姐，求您开钟，再撞就出人命了。不可能，嫣儿是我亲妹妹，世子是我的未婚夫，这里是佛门禁地，他们怎么可能在佛祖眼皮底下做出这种苟且之事？天哪，亵渎佛祖，这简直是丧尽天良！原来是望风呐！沈大小姐万两黄金祈福，这男人却在钟里偷人。
主持大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钟难道一直没动过？这自昨夜闭寺，确实无人看管，难道真的有宵小？救人！不管是真是假，快把钟抬起来！要是世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沈家就算倾家荡产，也难辞其咎啊！大师，这钟怎能如此沉重？臣的邪门！小姐，您千金之躯不能过去啊！若是世子真的在里面，他怎么对得起您这一片痴心？沈大小姐真是仁至义尽，这种时候还顾念着奸夫淫妇的命。嘿，佛祖显灵啊！这要是没撞钟，这桩丑事还得瞒多久？信女沈卢愿以10年寿命换他们生还。佛祖慈悲，若是惩罚，就罚沈卢一人，莫要怪罪世子年少无知。再加4个人换粗杠，预备起！再高一点，撑住！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臭？血，全是血！天哪，那是侯府世子，还有沈家的二小姐，他们竟然在佛钟里面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！太不要脸了！佛门重地简直是亵渎！啊，小姐，别看，太脏了！罪过！108下钟鸣，这是佛祖在惩治淫邪呀！难怪刚才那小厮拦着不让撞钟，原来是在佛祖眼皮子底下苟合，真是遭了天谴，死有余辜！小豪，妹妹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小姐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别吓奴婢！快把沈大小姐抬到后山禅房，去请城里最好的郎中。造孽呀！沈大小姐为了祈福，眼都不眨，花掉1万两黄金，竟撞出这么一对烂货。可怜沈大小姐一辈子的名声和前程都被这2个畜生毁了。太好了，姐姐的未婚夫和淑妹终于死了，他们再也欺负不了姐姐了。那个坏男人还总喜欢用脚踹我们，这下再也踹不了我。主持大师，我家小姐如何了？沈施主是受惊过度，今日之事乃是亵渎神天，天意难违，老衲定会如实告知官府。多谢主持大师，多谢主持大师，只要小姐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消息散出去了吗？小姐放心，不出1个时辰，全京城都会知道世子与二小姐在佛钟里苟合，被天雷震死。侯府那帮老家伙现在正忙着撞墙呢。这只是个开始。沈燕、谢恒，你们在地狱里看着，我是怎么把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一分不少的拿回来。醒了，小姐醒了！
离，你这个毒妇！我要杀了你，给燕儿偿命！住嘴！老夫人在此，你疯魔个什么劲儿？我苦命的燕儿啊，在那冷冰冰的钟里被震得七孔流血。沈离，你这心肝是黑的呀？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母亲，父亲，这是怎么了？沈离，你醒了，正好，老身有几句话要问你。沈离，老身问你，当时王权拼死阻拦说里面有人，你为何非但不听，还让人塞了他的嘴，强行撞钟？我的恒儿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是真的不知，还是早就想让他死？老夫人，离儿对世子的一片真心，天地可见啊！世子近期流连烟花之地，身体日渐虚亏。离儿听闻护国寺钟声能洗涤尘垢，这才散尽万两黄金祈福。胡说！那你为什么要堵王权的嘴？二娘，那是祈福，万两黄金堆出来的祈福法事，那王权疯了一样往上扑。若是惊扰了佛祖，断了世子的气运，这个责任谁负？世子和燕儿他们为什么会在钟里？那里是佛门禁地，他们在那样神圣的地方做出那种苟且之事。你胡说八道！燕儿那么单纯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沈离，你这个毒妇，你还在污蔑他们！老夫人，你没看到吗？那钟开的一瞬间，连天都阴了，这不是人力所为啊！那是亵渎佛门，必遭天谴啊！若非天谴，为何那钟偏偏震死了他们，却没让钟塌了？为何王权在旁边却发不出真相？老夫人，当时钟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了，真的像是天谴。老夫人，世子他是被佛祖收走了。天谴？难道真的是天意？什么天谴？是你，就是你这个贱人算计的！我要你偿命！够了，都给我滚出去！沈离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这个毒妇！沈离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比我想象中聪明100倍。灵儿不懂老夫人在说什么，灵儿只知道，若世子与庶妹是死于天谴，侯府还能保住100年名声；若传出是私通死在钟内，恐怕京城的唾沫星子能把侯府大门都给淹了。沈家丫头，你赢了。大小姐为世子祈福，却不料世子与二小姐突发急症，不幸在寺中仙逝。此事到此为止，谁若敢再多嚼舌根，乱我侯府清明，我让他全家陪葬。孽障，你还不快从实招来！世子爷和二姑娘为何会出现在钟内？老夫人饶命！老夫人饶命啊！小的一直守在外面，是世子爷说要带二姑娘寻个僻静处说话，小的也不知那钟里竟然……咳什么？身子这么弱，还不快歇着！老夫人息怒，大小姐身子本就虚弱，经此一事更是雪上加霜，求老夫人恕罪。不怪翠儿，继续审问吧，事关世子与二妹妹的性命，不能耽误。继续说。你若敢有半句虚言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老夫人息怒，这刁奴分明是见事情败露，想拉我们沈家下水啊！离儿为了这门亲事操碎了心，怎会害世子？我说的是真的，老夫人，小的亲耳听见他在钟楼下使眼色，是他杀的人，是他杀了世子爷。我没有，王权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如此污蔑我？大小姐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他是疯了。我们都相信您，您别难过。够了！你这个刁奴，竟敢如此污蔑主子！今日我必让你血债血偿！老夫人，小的没有污蔑，求您饶命啊！萧夫人说奴冥顽不灵，竟敢污蔑大小姐，绝不能轻饶，不如趁早定罪，以正视听。恒儿的名声，侯府的100年清运，绝不能毁在这贱奴嘴里。若说是主子荒淫，那便是家丑；但若说是奴才蛊惑，主子不过是受了蒙蔽。老夫人，小的对世子更，求您再给小的一次机会。全是这个刁奴王权，知情遇难时在此胡言乱语，敌主亲戚，如此恶奴，留之何用？王权，你先前在钟楼下死命阻挠祈福，大喊会出人命，你若是当真不知情，又怎会未卜先知？莫非
是你故意引了世子进去，想谋害世子。不是我，老夫人，你信我，他听到鸟叫就知道他们在里面，他能听懂鸟语，是他故意叫人撞钟的。你胡说！大小姐怎么可能听懂鸟语？你分明是想拉大小姐垫背，死到临头还敢污蔑主子！混账！死到临头还敢攀咬主子！大小姐为了祈福散尽万两黄金，全京城皆知她端庄贤淑，你竟编出鸟语这种荒诞之词来脱罪！堵上她的嘴，不许她再发出任何声音。老夫人，王权毕竟服侍世子多年，或许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不如饶他一命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李丫头，你太善良了，绝不能留！来人，把这刁奴拉到院子里乱棍打死！是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求您饶命，是沈离害的人。打得妙，活该，谁让他乱说话呢？老太太为了面子杀人灭口，咱们这大小姐手都不用脏，高明，真是高明啊！离儿，恒儿被害，这奴才已经抵命，但恒儿和那沈燕终究是坏了规矩，我们要给外界一个说法。只全凭老夫人做主，离儿王母留下的嫁妆，还有这些年侯府借去的银奖，总该有个交代，否则外祖父那边我也压不住了。自然会给你个交代。5个高手，刘氏这次真是下了血本。搜到符咒邪物，直接带走，死活不论。哼，邪门儿！老子今天就让这大小姐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邪门儿！那是什么？啊！我的眼！这畜生撒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！刘氏派你们来，是想给我的院子添些肥料吗？妖女！翠儿，报官，就说侯府进了贼人，一路逃窜至此，被我沈家的护院鸟神拿下了。你是说，老夫人把圣上御赐的8宝玲珑塔送到了恒昌当铺？姑娘，抵押御赐物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谢恒的葬礼要面子，赔我的万两黄金要银子。侯府这棵老树，外面看着光鲜，根部早被蛀空了。当票定在账房密匣里，那钥匙老夫人从不离手，除非……刘氏想靠侯府翻身，我便让这靠山变成送他上路的催命符。姑娘，要把钥匙直接给官府吗？不，那太便宜他了。明天家族大宴，我要让沈万山亲手斩断他的心头肉。恒昌当铺当票，御赐8宝玲珑塔，底银3万两，盖的是您2房的私印。刘姨娘，你帮侯府填窟窿，竟敢拿咱们全族的脑袋抵押给黑市！那是老夫人给我的。这账本上每一笔挪用都沾着我生母留给我的铺子血汗。父亲，您是要刘氏的命，还是要沈家的命？毒妇，你想害死我不成？收回印信，关入柴房，沈家上下从此皆由阿姨掌管。这一巴掌只是利息。
沈离，你这个妖怪，你会听鸟说话！沈离，你根本不是人，我要去官府告你！谁会信你？是你买通的那2个家丁吗？他们已经招了，说你丧女后忧思过度，服用幻药成瘾，才产生了飞鸟传言的癔症。就算是你再脏没吃药，你才是鬼！药象发作时，确实能让人看到百鸟开口，官差就在门外。你若说不出人话，那就你确实疯了。官爷见笑了，母亲受不得打击，非说府上有妖气，还打伤了下人。杀人了！鸟在说话！这分明是服食禁药、神志不清的疯妇。沈大小姐，此等疯魔之人若留在城中，恐冲撞了贵人。官爷说的是，家中已备好马车，即刻送他去静心庵清修，再不入室。小姐，查清楚了，侯府内德记药房和广元布行年年亏空，全靠谢恒生前挪用军粮在填窟窿。老夫人还想认我做干孙女，她是看中了沈家的银，想拉我给她垫背呢。去，告诉兄弟们，让全城的乞丐和货郎都传一句话：谢恒死的冤，他的魂儿夜夜都在自家铺子里盘点，谁去谁沾晦气。翠儿把这些假账册的消息透给御史台那几位大人。听说没？昨儿晚上有人看见世子在那药房里找药，浑身都是钟震出来的血窟窿。哎呦喂，那钟声撞了108下，把魂儿都碎了。这铺子怕是聚银地，快走快走！护国侯府涉嫌贪墨公款、伪造账目，奉旨查封旗下所有产业，闲杂人等退避。老夫人，这第一份大礼，您可还满意？谢恒钟声要太大方，要准时到了吊丧。谁在撞钟？来人！快来人！恒儿，我好疼呀！我杀的你，钟声还没找我啊！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！看来世子在下面怨气太重，这佛堂里的香火，怕是压不住谢家的报应。离儿，你以前最疼恒儿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多少钱都行，只要能送走他。老夫人，谢家欠了沈家的情，更欠了百姓的血汗银。若不将城东那几处产业转到沈家名家，广施恩德超度，这终生只怕会想到谢家绝后。我欠，我这就欠，只要他不来找我。谢老夫人慷慨，沈家定会好好经营这份遗产。老夫人，这是世子生前在沈家钱庄借下的5万两白银白字黑字的借据，还有这枚抵押的御赐金蝉。沈离，恒儿刚走，你竟敢拿着这些莫须有的东西来逼债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疯的是世子，竟敢私自抵押御赐之物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老夫人若是不认，咱们便衙门见。竟敢威胁老身，你是世子的未婚妻。那是以前，现在的沈离只是债主。给您半个时辰，是拿银子平账，还是等着抄家？您老夫人，若这事传出去，不仅爵位难保，全家都要下大狱啊！去把城东的铺子、老身的体计头面都当了，还账。感念老夫人深明大义，为还世子赌债，不惜倾家荡产，此等风骨，沈忧钦佩万范。谢恒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要你谢家从这京城彻底除名。父亲，还没歇息。阿离呀，既然侯府的债收回来了，就把契约交给账房吧。你一个姑娘家，管这些不合适。交给账房？父亲是怕账房看出您在城南附近做的假账，还是怕他们发现您这10年漏缴的3万两商税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些事连刘氏都不知道。这世上只要有鸟飞过的地方，就没有我沈离不知道的秘密。父亲，您是想让官府来查，还是想平平安安去别院养老？你这是要夺你亲爹的权？沈家在您手里，
迟早会被贪婪毁了。把中废总印交出来，女儿保您晚年荣华富贵。小姐，咱们赢了，从此这沈家您说了算。沈家只是起点，翠儿，让飞鸟楼的兄弟们盯紧京城各处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姑娘，安堂那边传信了，刘氏逃跑摔断了腿，师太们依您的意思没请大夫，现在伤口化脓，人快不行了。她以前最爱漂亮，如今烂在泥里，倒也算求人得人。老夫人中风瘫了，和旁系为了抢夺最后那点地皮，已经闹到了公堂上，谢家算彻底绝了后。母亲的忌日快到了吧？是，就在后日。咱们夺回来的那些嫁妆都已规整好，准备祭奠夫人。谢恒、沈燕、刘氏，母亲您看到了吗？这局棋我走赢了。沈姑娘，不，如今该叫沈会长了。商会之争，顾某愿助一臂之浪。顾大人客气，利害相投自是盟友。从那口铜钟敲响的那一刻起，旧的沈如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这京城的规矩。沈姑娘，京中传闻你克夫命硬，今日一见才知那是凡夫俗子的偏见。姑娘之才智气度，更胜这朝中半数男儿。顾大人谬赞，那口钟碎了，谢恒死了，沈燕也成了一滩烂泥，旧的沈离也就跟着死在那口钟里。现在的我不过是个满身铜臭，只想在这乱世脚跟的商人。商人求财，姑娘求的是公道。你以一人之力撼动侯府，这种气魄，顾某自愧不如。今日登门是想邀姑娘共商这京城盐铁之运，不知姑娘可有兴趣？顾大人，我并非任何人的附属品，这协议我们要签，便签平等的契约。那一天，我杀死了随那个只求温顺的自己。从今往后，我命由我，不由天，更不由男人。走吧，去看看属于我的巅峰。那个坏女人把夫人的金钗塞进床底了，那是夫人的遗物，沈老爷最疼那个钗子了。小梨儿醒了，是不是饿了？跟母亲说，母亲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母亲，我刚才看到床底有亮亮的东西，是不是星星掉下来了？胡说什么？快起来，别耽误了去给你爹爹请安。一群废物，夫人的凤手钗也能丢？老爷莫急，妾身这便去搜那些个手脚不干净的奴才，尤其是伺候梨儿的那几个。爹爹，梨儿刚才跟星星玩捉迷藏，星星钻进母亲房里的柜缝里去了。你不是说没见过那钗子吗？在这个家里，只有金钱和权美才是保护伞。各位评评理，那沈氏克死夫婿，手段阴邪，这种商贾之女简直是京城之耻。那万两黄金本就该归我们谢家宗亲。去，让谢大人意外发现这些贪污前线将士的买命钱，够他们全族下地狱了。这不是去年西征军的草料账目吗？怎么数额全对不上？这是谢广私吞军饷的密信，他竟敢扣将士们的买命钱！军饷、买命钱！谢家从今以后在京城除名了。翠儿，明日一早把南城的铺子都收回来。李大富在如意酒楼的天字号房带了一包烈性合欢散，准备在今晚的商会晚宴上对您下手。李大富为了那几个码头的经营权，倒真是豁得出去，想毁我名声。小姐，李大富送来请帖，说是为之前的冒犯赔罪，请您晚上去如意酒交赏光。告诉他我会去的，不过我不需要他赔罪，我只需要他去见官。全城雀鸟听令，今日起，李大富府上所有密谈我都要知道，若有异动，非报飞鸟阁。哎呦，哪来的孽畜，滚开！
官爷，此人深藏禁药，企图行凶，证据确凿，想必金兆尹大人会感兴趣。沈离，你这个妖女，你怎么可能提前知道？因为这京城里每一只鸟都是我的眼睛，你在我面前从来没有秘密。那个恶毒婆婆回来了，她从狗洞爬进来的，手里抓着砒霜，就躲在假山后面。刘氏在尼姑院待了这么久，还是没学会佛门的慈悲。小姐，要不要叫护院？不必，她既然想死在沈家，我就成全她这份体面。沈离，你这个贱人，是你毁了我一辈子，我死也要拉你垫背！沈离，你这个妖孽！刘姨娘，是你自己毁了自己，偷窃、挪用、通奸，哪一桩不是你的选择？沈家的家产是我的，燕儿的。你做了一辈子美梦，你看这花开的真艳，正缺底围。埋了吧，就在这花窟里，你也只配死在烂泥里，化作这花肥。沈离，如今朝局风云突变，我需要一个能掌控钱粮、耳聪目明的盟友，而你需要一个让全天下不敢动沈家的靠山。顾大人求亲的方式真特别，不谈情爱，只谈利益。情爱是弱者的慰藉，权力才是强者的永恒。嫁入顾家，你便是当家主母。顾大人想错了，我沈离绝不入后宅，绝不困于方寸之地。沈家商号飞鸟阁依然必须由我一人掌控。你想做大前朝前所未有的女商人，这从未有过先例。以前没有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我以万贯家财助你青云直上，你以手中权影保我基业长青。这不是婚约，这是契约。合作愉快，顾大人。合作愉快，顾夫人。只是可惜，你我之间，怕是永远不会有普通夫妻的情分了。情分太重，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这样，刚好。姑娘，侯府那边刚传来的信儿，老夫人在那漏风的破院里中风去了，临走前嘴里还喊着世子的名字。沈老爷也认命了，这是沈家最后32家瀑布的印记，全都在这儿了。他说那口铜钟的原址上现在长满了荒草，连路过的野狗都不敢靠近。谢家百年基业毁在贪婪二字，刘氏死在花土里，谢恒烂在铜钟底。这京城的风终于吹干净了。沈姑娘，你到底是商贾之女，还是这京城的真神？以前我是被终生审判的囚徒，现在我是握着钟杵的人。去吧，看好这江山。谁若生了不该有的心思，我便送他去听那108响的往生咒。